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在台北的第2天啊，其实是第1天全天。我们早上吃了早餐，现在出门。现在先去坐地铁啊，当然在台北啊，我们应该叫捷运，对吧？台北街头有很多这个自行车啊，这是他们的叫什么 U-Bike， 悠游卡。这个是东门站，我们坐 R 线。它台北地铁很有意思，它每个线啊，它用那个 R 就是 red， 对吧？红线，它其实就是用颜色来区分的，不是数字的。今天我们准备逛一下台北的行政中心中正区，去打卡几个比较有名的地标建筑。首先，我们来到总统府。这座建筑起初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建成于1919年，属于新文艺复兴风格。它的中央塔楼高67米，曾是台湾最高的建筑，也是日本统治台湾的重要象征。在2战中，总督府遭受过盟军的轰炸。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这里就一直是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地。哎呀，我们这个功课看来还是没有做足啊。本来今天是想先来这个总统府参加他那个 tour 啊，进去参观一下。结果过来以后一问，今天没有，因为今天礼拜6，它只有星期1到星期5才开放。行吧，那我们再找时间再过来。总统府的2边各有一座重要的历史建筑，一边是台湾银行总行，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建于1937年，现在仍在使用。台湾银行成立于日据初期的1899年，一直到1960年代，它都是台湾的发币银行。另一边则是这栋楼，建于1929年的司法大厦。啊，这个建筑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颜色和这个风格，还有前面的玄关。大连有很多建筑都是这样的。2年前我做过一个系列的视频，带大家逛了我的家乡大连，介绍了几个有特色的老建筑。其实台湾和大连在近代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渊源。他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直到2战结束。这半个世纪的共同经历，也导致了台湾和大连在某些地方看起来很相似，因为他们早期的发展都出自于同一套殖民体系，甚至受到同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后藤新平，他原本是个医学博士，曾担任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用8年时间奠定了台湾的铁道、卫生和产业基础。随后他北上大连，成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首任总裁，并把台湾成功的统治理念和城市规划经验带到了大连。20世纪初，有一大批在台湾历练成功的日本文官、建筑师和工程师，也随着后藤新平的足迹，从湿热的太平洋海岛奔赴当时还是个大工地的大连。他们把图纸上的东方小巴黎变成了现实，也奠定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连的城市肌理和风貌。站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真的让我有种回到大连人民广场的错觉。这种以最高权力机构为中心、四四方方且对称的棋盘状布局，正是20世纪初日本在海外进行城市规划时的典型代表。他们试图用这种高度制度化的空间来彰显殖民统治的威严。总统府前面这条大马路啊，叫凯达格兰大道啊。这条街呢，也是台北市中心行政区的一个中轴线。凯达格兰大道1号是另一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建筑——台北宾馆。这座华丽气派的欧式建筑落成于1901年，可惜周围的绿化太茂密了，把它挡得严严实实的，现场根本没办法看清全貌，咱们只能在网上找些照片欣赏一下了。现在这里是政府用来接待外宾的场所。台北宾馆的隔壁就是现在的228和平公园，它的前身是建于日据时期的台北公园，最早融合了西式和日式园林风格，光复之后也加入了一些中式元素。水池边的这一组中式凉亭建于1963年，中间的主亭叫翠亨阁，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
而围绕着它的4座凉亭，则分别纪念4位开台先贤，他们分别是郑成功、刘铭传、邱逢甲，以及台湾通史的作者连雅堂。在这个228公园的最中间，中心的位置就是这个纪念碑。228事件是台湾现代历史上的一道深刻的伤痕，它不仅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更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成为台湾本土意识萌芽的重要起点，并对台湾后来的民主化转型和如今的族群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了，逛到这儿我们有点饿了，正准备去吃个饭，但就在捷运站旁边，这座漂亮的建筑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就是台大医院的旧馆，建成于1921年，是一座带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热带红砖建筑。它曾经是东南亚最大、最现代化的医院之一。我们好事进来看了一下，哎，真的，它这个大厅保留了原先的样子，地面啊，这些屋顶瓷砖都是一样的，挺漂亮的，上面有个自然采光。这不禁让我想到，在大连也有一座建于同一年代的100年老医院，曾经的满铁大连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大学附属医院。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专门介绍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看看。我们这次来台湾，其中一个要 tick 的就是要吃一顿鼎泰丰，今天终于来啦，就在这个新月百货楼下。也是非常非常火啊！我们刚才拿了个票，要让我们等80多分钟。谢谢。来了，我们要了2种是不一样的小笼包，这个是虾仁的，下面那是蟹，是正常的，对，上面是正常的蟹粉小笼包，这还有一个炸排骨。所以鼎泰丰也做了一个这个教你怎么吃小笼包的，主要是针对那些外国人。那咱们也跟着他这个正规的方法来一次。首先是这个酱油和醋的比例是酱油是1，醋是3，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建议第一颗品尝原味的，就是不要加任何的这个酱。OK， 那咱们来一个啊。正规的吃法就是把它夹起来放到这个勺子上面，然后把它戳破。戳破以后呢，它这个汤汁不就流出来了吗？我先喝一下汤汁，就剩一些，然后呢，就接着就吃了呗，是吧？啊。很鲜，味道很不错。酸辣汤，料很足。他家的其中一个招牌就是这个蛋炒饭。作为北方人呢，就喜欢这个。一边是这叫什么树？榕树。一边是棕榈树。然后冬天1月份，郁郁葱葱的，舒服。这个环岛中间啊，也是个古迹。它这个就是曾经的那个台北的城墙，古城墙的那个其中一部分，拆掉了，但留下来一个门。好了，我们到了今天的第2个景点，就是中正纪念堂。这是其中一个门，也是正门。这个区域在历史上曾是陆军总部。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这里被选定为台北市中心的纪念园区。这座牌楼建于1980年，成为当时中正广场的入口。现在牌匾上的自由广场是2007年改的，在那之前上面刻着大中至正4个字。现在这里是台北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也见证了台湾的现代史和社会变迁。它其实是长方形的一个广场，然后中间是纪念堂，两侧呢分别是国家剧院和国家音乐厅，都是这种中国传统的飞檐的这种设计啊，有点像紫禁城那个感觉。整个纪念园区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师杨卓成，他采用了中轴对称布局，
融合了中国传统宫殿风格与现代权威政治美学。纪念堂主建筑高70米，采用最高规格的8角攒尖顶，一定程度上效仿了北京天坛和广州的中山纪念堂。白色大理石墙面搭配蓝色琉璃瓦，呼应了中华民国国徽的颜色。中正纪念堂的3军仪队表演是台北最有特色的旅游景观之一，来这儿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仪式在整点进行，每天9场。以前仪队是在上面的大厅里进行交接，2024年政策调整之后，整个仪队展示就被移到了下面的广场上。哎呦，这个大门还是很气派的啊！走到下面发现很高。哎呀，蒋公慈祥的坐着哈，让我想到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啊，跟这个格局是一模一样。它这个纪念堂啊，就是那个基座的部分啊，其实里面是有内容的，里面有很多展厅。我们现在就在1楼的这个展厅，你看这空间还很大啊。它这边有一个常驻的展览，然后这边就是复制的蒋介石曾经的那个办公室，在这儿，有点像啊。我们办公室不都长这样？接下来的几个展厅主要是关于蒋介石生平的介绍和物品陈列。这个展览完全是免费的，但内容之丰富让我有点意外。除此之外，因为刚刚过去的2025年是2战结束80周年，这里正在展出几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比如这个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签发的训令。旁边这个就更有意义了，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都见过南京受降仪式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我们眼前这个就是1945年9月9日当天签署的日本投降书。降书一共9条，最后的签字人分别是代表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代表同盟国中国战区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好了，今天的行程就到这儿了，可以说是人文历史拉满的一天。明天我们会慢下脚步，轻松体验一下台北的市井文化，品尝一些特色美食。傍晚还会去台北101登高望远，看看夜景。感谢大家观看，咱们下集见。